穿越到这个朝代的第10年，我逐渐忘记了自己的本名，成为了后宫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妃子。我适应了请安行礼、三跪九叩，适应了阶级分明、皇权至上，与这个朝代的其他人再没有半分区别，而皇上已经很久没有来过我这里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失宠的直接后果就是宫中过冬的煤炭不够了，劣质的煤炭一点燃，整个宫都是呛鼻的烟味。于是宫中只能日夜开着道缝，寒风一吹，煤炭又不够热，于是宫中的很多人都害了风寒。又因为是我这个宫中的人，连药都开不出来，只能一包药渣反复煎熬，供好几个人喝。我年轻的时候伤了根基，身子本就比常人更弱一些。阿巧怕我也染了风寒，于是每日除了请安，别的时候都让我待在床上。快要过年的清宁宫中一片愁云惨淡。晚上上饭的时候，阿巧没来，是她手下的小丫鬟端上来的，一盘豆腐，一盘青菜，还有个看不出模样的冷掉的糕点。我漫不经心地吃着饭，忽然放下筷子问道：阿巧呢？阿巧姑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，所以派我来服侍娘娘。我勾了勾唇角，做出起身的姿态。哦，身子不好，那我得去看看。小丫鬟年纪还小，情绪都从眼睛里露了出来，一下子慌了神，跪在地上一五一十的把今天的事情都跟我说了。阿巧姑姑今天去拿菜，和御膳房的人争论了几句，被贵妃的人打了一个耳光。她怕娘娘看见了，心里难过，所以才让我过来。我心下了然，拿了上好的药膏给她，让她带给了阿巧。那天晚上我想了很多，宫中女人的兴衰是记在男人身上的，而我宫中人的兴衰又是记在我身上的。作为一个没有子嗣的妃子，我唯一能靠的只有萧承印。第二天一早，阿巧替我梳妆时，我问：皇上给我的那根玉簪还在吗？阿巧愣了一下，问道：姑娘找那个干嘛？我没说话，阿巧翻箱倒柜，从柜子的最底端才将那根簪子找了出来。那年与萧承印决裂的时候，这把簪子被我摔成了好几段。当年姑娘让我把簪子扔了，御赐之物我不敢扔，让工匠把它用金线修补了。阿巧将簪子放在我手心，我对着光看了好久。岁月流逝，上好的羊脂玉也没了颜色，处处散发着朽气。我将玉簪收在怀里，对阿巧说道：跟我去一趟梅园吧。阿巧替我将斗篷细细系好，又替我装了个汤婆子，陪我一起去了梅园。梅园是萧承印特意为我栽的，只是早先2年决裂后，自栽成之后再没有去过。他每年冬天都会来梅园赏花，这是只有我知道的秘密。我将他替我亲手雕刻的簪子遗落在当年我们共同栽种的那棵梅花下，风吹过，红梅纷纷落下。阿巧终于知道我要做什么了，她看了我好多眼，忽然说道：姑娘和从前不太一样了。我想了好久，竟然有点忘了过去的我是什么样的，于是有些疑惑地问道：哪里不一样？她想了半天，才说道：从前娘娘不会干这些事。想到了什么，她又笑了。过去就算是皇上来宫里，还得看你心情好不好。脾气上来了，连皇上都敢打出去。他明明说的是我，我听起来倒像是在说另外一个人。如此的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如此的鲜活肆意。当晚，萧承印就来了我宫中，手里还拿着那根玉簪。今日我特意穿了青色，萧承印最喜欢的颜色。烛火昏黄，遮住了脸上的岁月留下的痕迹，有那么一个时刻，好像真是回到了往昔。今夜萧承印的话特别多，拉着我的手说了好多。你还记得从前你说你是从1000年以后的世界过来的，说你们那个时代人人平等，车子能在天上飞，女人和男人一样可以读书科举。他颇有兴致地看我，你还记得吗？再跟我多说些吧。我脑海里似乎有几个画面闪现，却很快就过去了，止于白茫茫的一片。许久我茫然道：我不记得了，可能是从那个志怪小说里看来的吧，都是些荒诞不经的话。萧承印眼中的失望一闪而过，他望了我好久，许久说道：你好像和从前不一样了。没等我回答，他已经转过身，语气淡淡：睡吧。早上在皇上起床时，妃嫔要起身替皇上穿戴朝服。我起身时，萧承印按住了我的肩膀。天气冷，
你再多睡些时辰。这样于理不合，这是臣妾的职责。最终我还是起了床，跪在地上，替萧承印系上腰间的朝带。他低着头，若有所悟地看着我，第二次说了那句话：你好像跟从前不一样了。似乎想到了什么有趣的往事，他忽然笑了。过去的你，别说起床了，要是朕吵到了你睡觉，你能一脚给朕踹下床来，搞得朕每日起床都跟做贼一样，抱着衣服到外间穿戴。我跪在地上，低眼搭眉，恭顺地说道：过去是臣妾不懂事，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萧承印叹了一口气，转身离开了。晚一些的时候，赏赐的东西进了清宁宫。清宁宫上下都像是打了胜仗的将军，一派喜气洋洋的样子。晚上内务府拖欠的上好的炭火便都补齐了，治风寒的药也有了。第二日去皇后宫中请安，众人都离开后，皇后将我留了下来。从前她将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，如今年岁较长，反倒多了几分亲近。一个失了宠又没有子嗣的妃子，对她已经没有半分威胁了。她坐在梳妆台前，我拿着梳子替她一下下梳着头发。原来一头乌发，如今也掺杂了几根白发，原是想帮她拔掉的，皇后却摆了摆手。年纪到了，到底不是17、18的小姑娘了，白头发是拔不完的。她望着铜镜中自己，又望望我，叹了一口气。本宫与你都老了，一转眼就30岁了。可能是年纪大了，都不免落入怀旧的情绪。那天皇后拉着我说了好多过去的事。当初先帝赐婚，陛下因为你的缘故拒了这门婚，宁愿罚跪在宫门口也不愿意娶我。她笑了一下。我当时真的是气疯了，我堂堂将军的女儿竟然比不上你个卑贱的丫鬟吗？那天我知道你去了郊外打猎，气冲冲的准备给你点教训，结果看见你穿着旗服，骑着一匹好高的马，踏着杏花而来，背后是灿烂的阳光。那时我知道陛下为什么会喜欢你了，你的身上有我们京中的女子不具有的一些东西。我笑了笑，有些茫然。这些天总有人向我说起过去，只是记忆里的那个姑娘一天天地暗淡下去，很多事情我都记不太清了。皇后望着我，言语中有些唏嘘。你跟从前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。这是我从第3个人的口中听到这句话了。我想我真的变了很多吗？我走的时候，皇后给了我不少好东西，言语中多了几分真心实意。开春又要选秀了，16、17岁的小丫头一来，衬得我们更加人老珠黄了。与其让那些小丫头得宠，不如让你当这个人。我说真的，好好打扮打扮自己。萧承印每月会来我宫中1次，不多不少，不多宠，也不至于被人遗忘，刚好够在后宫活着。春天的时候，宫里又进了新人。皇后说的没错，16、17岁的小姑娘，花朵一样的年纪，让人看着心情就好了几分。其中有一个叫江冉的很得宠，短短半年便升到了嫔位，算是后宫独一份的恩宠。她很喜欢来我弟清宁宫，每次来姐姐长姐姐短的叫着。阿巧跟我说，江嫔很像过去的我。我仔细看了一下，眉眼间倒确实有几分相似，只是说像也不像，她与我的气质截然不同。一个明艳灿烂，一个素淡如水。在后宫生活的这些年，我得到的唯一一个真理是，所有超乎情理的热情都存在算计。所以我的态度一直就是不冷不热的，碰了几个冷钉子后，江嫔很少过来了。转眼到了中秋，每年中秋，皇上会邀请朝臣共度佳节，所以这个节日也是后宫中的女人难得能够看到佳人的时候，那些母族强盛的妃子往往是这场宴席的焦点。我这种丫鬟出身的孤女，也没母族亲人，只是充当配角。肠子里空气太闷，于是找了个理由去院子里溜达了一会儿。阿巧没跟来，我让她在位子上看着，有什么事情能及时来找我。在亭子里坐了会儿，没走几步就被一个丫鬟将水洒在了裙子上。她跪在地上，急得要哭了。我心软了一下，去给我找个地方，把衣服换一下吧，我不怪你。她急忙叩谢，领着我到了一个屋子，说去给我取衣服。我多留了心眼，倒不是说我看出什么不对劲了，只是这些年吃的亏太多，凡事都留几分。于是我换了个地方等着。不久后，一个贼眉鼠眼的人进了我原先在的房间。我没有声张，顺着阴影的地方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宴席上。
江平看见我时，明显慌了一下。第二天，我在江平的宫中看到了那个小丫鬟，我按下不表，心里却一直在想着这件事。正值太后的寿辰，太后信佛，江平特意寻了一尊白玉雕的菩萨献给太后。献菩萨的人正是那晚的小丫鬟。红布掀开时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。白玉菩萨的脸上横亘着一道裂痕，原本低眉顺目的菩萨像，如今倒像是恶鬼。小丫鬟当场吓得跪下求饶，太后扫视一圈，脸上不见喜怒。大家怎么想？有同江平交好的，说我佛慈悲，只是无心之失，罚半年的俸禄即可。众人七嘴八舌说完后，太后问我怎么看，我起身行礼，缓缓说道：我佛慈悲不假，但菩萨一路上好端端，无端多了条裂痕，只怕是上天降下的征兆。菩萨低眉，金刚怒目，一味慈悲绝不是佛家的教义，不罚只怕会损伤太后的福报。太后信佛，但是前届宫斗厮杀出来的冠军，又怎么会是个真的慈悲为怀的菩萨呢？3句话定了一个人的生死，江平和丫鬟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。太后脸色沉了下去，淡淡道：丈午时，生死由命，江平监管不力，罚2个月的月钱。说完，太后就进了内殿，好好一个寿宴就这样毁了。太后命我监行，我站在台阶上面无表情地看着，耳边是哀鸣声。萧承印站在我面前，他眼中有失望，有叹息，千万种情绪汇成一句话。他第3次对我说了这句话：你跟从前不一样了。我恭顺地答道：人都是会变的。木板打在身上发出沉闷的响声，一个不过14岁的小丫头熬不过这50丈。命如草芥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注脚，一尊玉雕的菩萨要比一条命更加值钱。他有错吗？有错，但罪就致死吗？不见得。在后宫，所有人各为其主，身为丫鬟，她有选择的余地吗？可是我还是杀了她，因为我没有证据制裁江平，我就只能用这个丫鬟给江平一个警告。一条人命只是一个警告。账到第32账时，行刑的人告诉我，他已经没气了。刚听到这句话时，我愣了好久，抬头望去，白色的内衬已经被血染红了。我面无表情地点点头，递了一把金豆子，语气中没有什么起伏。打口棺材，找个地方埋了吧。穿越这个朝代的10年，我已经完全丧失了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。他们总说从前的我是什么样的，只是我听着倒像是在听旁人的故事。心下琢磨，那人怕不是个疯子。什么人人平等，什么自由，还敢打皇上，只怕是从前患了疯病。如今我已经治好了，隐隐约约的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忘了什么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转眼又到了年末，宫里的事情依旧没什么新奇的，唯一听说的是江嫔怀了孕，不知道为什么又没了。在我那天打杀了那个丫鬟后，萧承印便再也没有来过我宫中，我又失宠了。但是如今我明摆着进了皇后的阵营，宫中的人也不敢过分克扣我，日子也还算过得去。临近年末那几天，我刚好有寒，索性偷了懒请了假，除夕那天正好窝在宫中。宫里的几个丫鬟太监聚在房间里，围着火炉喝茶吃果子，玩叶子牌。一年又一年，宫中的岁月不就是这样，永远没个尽头。嬉闹间，外面下了雪，今年一直没有下过雪，第一场雪竟然下到了年末。雪越下越大，鹅毛般的大雪静静地落在地上，很宁静，很宁静的感觉。我趁着阿巧不在，悄悄溜出了房间。院子里有一棵梅树，傲雪红梅，格外好看。我看得有点呆了，忽然有人从梅树上掉了下来，刚想喊时，撞见一双熟悉的眸子，是萧承印。他好像有点醉了，眼尾带着淡淡的绯色。我刚想说话，他一把捂住了我的嘴，冲我摇摇头：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没等我拒绝，他已经拉着我往外走去。满天飞舞的雪中，我们就一直走一直走。总觉得这样的情景好像曾经在哪里看到过，只有我和他2个。萧承印带着我上了宫里最高的观星楼，俯视下去，一片白茫茫，夹杂着星星点点的烛火，好看极了。他戴着黑色的貂绒帽子，白雪落在头上，带动绒毛微微的颤动。你教过我的，叫什么交际舞？
其实我已经记不清我教过他什么了，只是身体记得，很自然地跟随着他的舞步。一舞完毕，我们面对面站着，他低头目不转睛地望着我。我从前答应过你的，每个除夕都和你一起过。他若是同林雪，此生也算共白头。淑华，我们会白头的，是不是？他是那样深情地看着我，好似我和他之间从来没有过什么局域。有那么一刻，我差点真的要相信他了，溺毙在他的眸子中。我和他之间没有隔着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我甚至有点忘记我和萧承印究竟是因为什么决裂的，只是记得我们从前在东宫里的一些事情。他是最不受待见的太子，而我是个不怕死的小丫鬟。东宫里只有我和他，我们相依为命，度过了很多个除夕。下一刻，萧承印身边的大太监带着一群人涌了上来。陛下，这天那么冷，您的龙体要是有个3长2短，可怎么办？有人递斗篷，有人递汤婆子，而我被隔离在人海外。趁众人都没注意到我，我悄悄回了宫中。那一晚像是一场梦，唯一的证据是我的风寒又加重了，一直在床上躺了好几天，才慢慢好起来。那天想要起身去院子里转转，却很意外的没有找到阿巧。问了院子里的小丫鬟，说阿巧最近不知道在忙什么。本想找个机会问问阿巧的，却不曾想在见到她时已经出了事。阿巧与侍卫私通，已经有了孩子，被关进了慎刑司。这个罪名很大，祸乱宫闱，罪不容诛。他们说丫鬟都是皇上的女人，红杏出墙就是大罪。所有与我交好的人都劝我，能够给阿巧留个全尸就已经足够了。他们说照顾好阿巧的家人，也算是尽了主仆一场的情分。只有我不理解，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两情相悦，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。为什么相爱的2个人就一定要死？我不理解。我好像又犯病了。今天又下了大雪，新的一年的第2场大雪。我向皇上为阿巧求情，所有人都劝不动我，说我是个全天下最大的傻子。雪下得很大，我跪在雪地上，不一会儿身上就已经厚厚的一层雪了。冷是从4面8方向我涌来的，到最后倒也不冷了，只是一阵阵麻。有人替我撑了一把伞，有人替我求情。娘娘身子不好，这样跪下去只怕是受不了。萧承印来回踱步，脸色阴沉。朕没有让他跪，他想要跪就跪个够。说完气冲冲地走了。不一会儿，一群人过来了，他们在屋檐下摆了一圈火炉，围炉煮茶，赏着雪景。萧承印枕在江嫔的大腿上，江嫔替他读着小说话本。明明前不久还说着想要和我共白头的人，如今搂着另一个女人，居高临下地望着我的惨态。我忘记自己跪了多久，晕倒的最后一刻，我望见萧承印焦急地向我跑来。我做了一场很长很长的梦，梦里我身处另一个朝代，是一个旅行博主，看过沙漠，看过雪山，看过大海，看过火山，见识过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，靠着自己的力量攀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最高处。直到那次雪山崩塌，我被困死在山洞中，与系统签订了一个协议，穿越到这个时代，陪伴一个人登基，而他救了我一命。只是在我穿来不久后，系统就消失了，没有金手指，没有空间，于是我孤身在这个时代摸爬滚打。东宫里的一个小丫鬟，陪伴着无人庇护的太子，一直到登基。再后来，我和他的思想有了分歧，他不理解我的想法，我也无法做到接受他的想法，于是就此决裂。那些逐渐被这个时代吞没的记忆，终于又清晰了起来。直到脑海中再次出现了系统的声音，他语气中些许的抱歉。系统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所以与宿主失联，你受苦了。一句你受苦了，让我的眼泪差点又掉了下来。30天后，我会安排你离开这个世界，回到你原来的时代。我终于记起自己的名字，我叫温乔，参天大树的乔。醒来后，我大哭了一场，像个疯子一样哭喊，我叫温乔，我叫温乔，参天大树的乔。我害怕自己再次忘记自己的名字，于是将温乔这个名字写在屋子的每个角落。萧承印在我醒来后不久就匆忙赶了过来，他眼中的焦急不似作假。其实他可能是爱我的，但这种爱仅仅至于给我一些恩宠。他无法答应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也给不了我皇后的位分。他甚至无法赦免阿巧的罪，这就是他给出的爱，
仅仅于此。阿乔，连日的高烧让我的脑子一团糟。阿乔怎么了？怎么了来着？我终于想起，阿乔要死了。于是满脑子就只剩下一个念头，我至少得见他最后一面。我掀开被子想起身，身子因过分虚脱而晃了一下。肖成印抱住了我，我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似的。求求你，让我见阿乔最后一面，最后一面就好。他似乎不忍看我的眼睛，缓缓说道：阿乔已经死了，朕命人将他好好葬了，他的家里人也派人看顾过了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朕不能因为他坏了规矩。大悲之下，我好像哭不出来，反而是整个人呆呆木木的像个木雕。太医替我把了脉，又问我是谁。我告诉他，我叫温乔，参天大树的乔。太医说我发了一症，替我扎了针，我奋力反抗，好几个人都没能按住我。万般无奈下，他只能开了药方。我最怕苦，原先在哪个时代就最怕吃药，何况是中药，于是闭着嘴巴，坚决不吃。我没病，有病的是他们。肖成印不知道从哪里学到的方法，竟然自己含了药来喂我。他的脸凑近的时候，我下意识一巴掌甩了过去。清脆的一声响，整个房间都静了下来，丫鬟和太医跪了一地。我面无表情地直视着肖成印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平视过他了。在我意识到他可以对我以及我身边的人生杀予夺时，在我意识到我的生死只在于他一句话上，我便有点怕他了，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微微仰视他。而我现在的心态有点类似于马上要辞职时对待老板的心理，能活活，不能活就死。其实怎么不恨呢？恨他给我戴了一个又一个绿帽子，我却没有办法。恨他明明答应不了我的要求，却将我困在宫中数十年。四目相对，我以为他会发怒，却不曾想肖成印忽然笑了，像是重获了失去多久的至宝。这才是朕的淑华。他掰折了我的羽翼，却又恨我为什么和从前不一样了，真可笑。在得知自己还有30天就要回家后，我彻底放飞了自我。寝安也不再去了，凌晨5点，谁起得来谁去，反正我起不来。皇后也不与我计较，我不去，她反倒过来了，语气中隐隐还有些兴奋。宫中这些人实在无趣，我早就看够了，就乐意看你像从前一样。从前有一段时间，我还挺恨皇后的，觉得她强行介入我和萧承印的感情。后来才明白，其实无论有没有她，萧承印都不可能会娶一个丫鬟当正妻。我运气挺好，皇后这人其实不坏，要不然像我从前那样对天对地的性格，她还让我活着已经挺不容易的。后来我不乐意见皇后的，是因为觉得人家是正妻，像我这样的放在现代就是小三。再后来发现，其实她和我都是一样的可怜人，一样的被困在这四四方方的院子。我又恢复了宫中独一份的恩宠，萧承印每天都过来，下了朝就过来，准时准点的像是公司打卡。虽然我实在是不想见他，但没有人敢拦皇上的路，也只能看着他大摇大摆的进来。萧承印在我的院子里开辟了个地方用来处理奏折，我在哪里，他就跟在哪里，像是一块甩不掉的牛皮糖。实在烦得紧了，我就去皇后宫中，跟皇后说些天南海北的见闻。萧承印这厮不要脸，硬是坐在我和皇后的中间，时不时还要发表一些意见。许久，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，问我：你从哪里听说这些事情的？我忽然笑了，我不是说过吗？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。他愣了一下，我又笑了。骗你的，话本子里看的。萧承印不知道又发了什么毛病，忽然抓住我的手，语气沉沉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无论你是哪里的人，我都会找到你。可能是看我无聊，萧承印带我一起去南山打猎。中途的时候，我趁着萧承印不注意，悄悄溜到了镇子的市集上逛了一下。穿到这个时代的10年，好像一直没有一个好好看风土人情的机会。前几年在东宫朝不保夕，不知明天是死是活，后几年被困在宫中，卷入一个又一个争斗之中。如今踏踏实实地站在这片土地，才发现这里的风景其实也很美。阿巧跟我说过，他的父母就住在东边第2条巷子的最后一家。我凭着一部分记忆，一部分问路，终于找到了他家。阿巧的哥哥娶了媳妇，房子是新修缮过的，一家人穿的也体面，看起来过得不错。我不想再提往事，
徒惹人伤心，只是看过之后就走了。阿巧的坟墓就在后山不远处，她喜欢花，我叫人栽了4季的花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总有花盛开。她是我还在当丫鬟时就认识的好友，后来我进了宫中，她便一直跟在我身边。我们是如同家人一般的好友，可是我护不住她。如果有可能，下次投胎投到现代，我会带她一一看过那些她羡慕的景色。我在阿巧坟前一直坐到太阳下山，然后往回走。倒不是我不想离开，只是不过还剩几天，也不想牵扯那些照顾我的丫鬟太监。走到集市中时，前方吵吵闹闹的，上前一看，才发现有孩子落了水。孩子的母亲不会游泳，哭的嗓子都哑了。周围没有人会游泳，会游泳的人也在估摸自己的安全。如果换成从前的我，我不会去救，因为我要考虑各种问题。上来后，衣服湿透了粘在身上，我怕被人抓了把柄，我要顾惜名节，而名节比生命更重要。这个时代人命不值钱，几句话便可以定人生死。不管是不是我愿意，很多人因我而死，有的是为了护我，有的是因害我而死。我已经可以非常漠然地看待一条生命的逝去，但是温峤不行，温峤尊重每一条生命。所以我跳了下去，河水很凉，水流有点急，好在我还是抓住了孩子。上岸后，孩子已经没有呼吸了，我当机立断做了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。周围的人都很吃惊地看着我，我没时间管别人怎么想，只是一心一意地想把这条人命救回来。孩子终于还是救回来了，听到啼哭的时候，我差点掉了眼泪。生命多宝贵，我庆幸于自己终于再次拥有了对于生命的敬畏。还没站起来时，我已经被人裹进了斗篷里。萧承印的脸色难看极了，拦腰将我抱起，翻身上马，往宫中赶去。一路上他不发一言，直到回到院中，才终于忍不住发了大火。他像只困兽，来回的踱步。淑华，朕是不是对你太骄纵了些，才让你什么都敢做？你是什么身份，为一个贱民做出这样有失体统的事情？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知道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吗？我很平静地看着他，因为他将我视为他的所有物，所以旁人看见了我湿透的身子，便发了大火。萧承印似乎被我不屑的态度气惨了，猛地弯腰凑近我，捏住我的下巴，强迫我看他。你该知道的，你所能依靠的只有我一个人，天子的威严容不得你再三的挑衅。他决心要给我一点教训，于是把我打进了冷宫。系统在我脑海幸灾乐祸地说道，就剩3天了，威胁谁呢？正愁怎么让你顺理成章的病倒，这就给了机会。我被打进了冷宫，皇后为我求情，也被禁了足。江嫔与我之间积怨太深，她如今胜券正浓，想要讨好她的，便以我为头名状。无非是宫中那些烟杂手段，从前受过我恩惠的人劝我向皇上认个错，服个软，我只是笑着摇摇头。第2天我就发了高烧，大家摸不准皇上对我是个什么样的态度，于是也不敢去找太医。一直烧了整整1晚，萧承印来的时候，太医已经回天乏术了。他踉跄地扑倒榻边，我已经没有力气了，抬头都略显吃力。用尽最后一点力量，我很温柔地抚上他的脸，声声泣血。萧承印，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遇见你，是你害死我的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死。我咒你此生永不得欢愉，不得善终。系统说我不能改变历史的进程，但是我又实在不甘心，只能在他心中埋下一根刺。午夜梦回时，盼望着这根毒刺能够时时折磨他。系统开始回归倒计时，我开始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。萧承印疯了似的抓着我的肩膀，你以为死了就能离开朕？他猛地抽出侍卫佩剑，抵住太医的咽喉，给朕施针，灌药，便是逆天改命也要。再然后我的手就缓缓落下，再没了意识。萧承印视角，陛下，淑华娘娘没了。所有人都跪下了，太医匍匐在地，头都不敢抬。萧承印忽然想起那年秋猎，淑华也是这样，浑身染血倒在他怀里，却还笑着扯他袖口。殿下衣袍脏了。萧承印忽然疯了一般摇晃那具已经没了气息的身体。不可能，给朕起来，这是圣旨，要不然朕诛你9族。话说完才意识到淑华没有9族，她好像是从天而降似的，
在他最惶惶不可终日的少年。或许真如他所说，他真的是从千年之后的时代来的。舒华，染血的指尖抚过他唇角，帝王终于弯下挺直的脊梁。你睁开眼。滚烫的泪砸在他冰冷的眼皮上，看看我。窗外惊雷炸响，暴雨倾盆而至。萧承印忽然想起封后的那日，舒华隔着珠帘笑得凄怆。陛下如今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了。他当时只当戏言，此刻才知字字诛心。传旨。帝王将逐渐冰冷的身躯紧紧裹进龙袍，舒华贵妃偶感风寒，移驾养心殿。血珠顺着剑柄滴落，在青砖上绽开妖异的红梅。谁敢妄议？诛九族！太监扑通跪地。陛下，娘娘已经。寒光闪过，一缕白发飘然落地。萧承印横抱着尸身走向雨幕。摆驾去太庙。他贴着怀中人耳畔呢喃，我们去告慰先祖，朕要立你为后。后来听说皇上一夜疯了，封了一具尸骨成了皇后，谁劝阻他就杀谁。太后扶了皇后的儿子上位，成了太皇太后，而皇后则成了太后。质子年幼，于是二后同时临朝，共创太和盛世。醒来后，我已经回到了现代，像是做了一场很长很长的噩梦，心有余悸。直到看见窗外的蓝天与阳光，终于才算是回到了人间。我妈说我昏迷了整整10天，从雪山被挖出来时，已经完全没了意识。所有人都说我再也醒不过来了，只有她不信。天上1天，地上1年，原来才过了10天。出院后，我回到家，我家的狗格外的黏我，像是它也知道我差点回不来了。身体恢复之后，很快我又重新踏上了旅途。旅途的生活很充实，我每天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解决各种各样的事情，很少想起过去。我凭借记忆将巧儿画在了衣服上，答应她的，要带她去看世界，总不能食言。后来也谈了几场恋爱，老实说，长相上或多或少和萧承印有些相似，倒不是因为什么旧情难忘，实在是我的性癖就是这一款，带一点异域的风味。骨相优越，眼窝微微深陷，最好瞳孔颜色偏浅，眼神中总带有一丝忧郁。身材壮而不腻，肌肉线条漂亮。这些年见过很多人，斯拉夫人种绝美，但容易成为酒鬼；法国人热情浪漫但花心，德国人严谨顾家但喜欢冷暴力。最终千帆越尽，还是选择了同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，准确来说还带有1%的德国血统。沈燕，大学教授，精通8门外语。我最喜欢听他在床上用不同的语言念那些淫词浪曲。金丝边的眼镜一摘，便从教授变成了斯文败类。总归是莫要负了那大好的春光。萧承印视角。萧承印做了一场好长好长时间的梦，梦中的他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成了一条小黑狗。在见到活生生的温峤时，他激动坏了，千言万语最终化为了几声汪汪声。他一把将他搂进了怀里，是活生生的人，不是那具冷冰冰的尸骨。原来舒华说的都是真的，不对，他不叫舒华，他应该叫温峤，参天大树的峤。这个世界路上是飞速行驶的车子，鲲鹏一下子可以承载100人，远隔千里的人可以及时联系。所有人都是平等的，女人也可以出去上学与工作。原来这就是他所说的天堂。他终于知道温峤那些不合时宜的想法是哪里来的了。温峤常说他不愿完全依靠他，从前他不懂，在他的时代，女人依靠男人再寻常不过。最美的情话是，我在男人堆里第几，你在女人堆里就第几。可是真正尝试过将命运攥在自己手中的人，又怎么能真的甘心依附旁人？也许是命运吧，现在他成了温峤的小狗，依附于他一人。他总是全世界各处跑，而他只能在家里日复一日地等着。他总是会透过阳台的窗户望向天上，偶尔会有飞机飞过，他想那会不会是温峤的飞机？萧承印想，那些他没去他宫中的晚上，是不是他也一样盼着他的前来？他终于明白，为什么自己已经给了他宫中独一无二的恩宠，可是他却从来没有开心过。后来他身边出现了新的异性，他恨得牙痒痒，却又不敢真的咬了人，于是只能干一些缺德的事情，比如捡走那人的鞋子，或者悄悄在他的东西里撒一泡尿。
对于主人来说，宠物的发怒也不过只是一场笑谈。再后来，他一天天老下去了，也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。他死的最后一眼，他就那样静静地看着温乔，想要把他的所有都记在心里，来度过那些个难以成眠的夜晚。温乔抱着他，泣不成声。肖成印很乐观地想，成为一条狗也不错，至少还能看到他为他而哭。纵使是再多的不甘，终究也是闭上眼睛，没有人能够违抗天命，连天子也不能。醒来后，他倒在空荡荡的大殿中，四围是东倒西歪的酒瓶，终归只是一场空。庄周梦蝶，不知是庄周梦到了蝴蝶，还是蝴蝶梦见了庄周。太和5年，那位宫中讳莫如深的封地死在一个夜晚，他独自爬上了摘星楼，跳了一支舞后便跳了下来。一场大雪，空落个白茫茫，真干净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